大家凌晨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我这里讲的是方法论，怎样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告诉你买多买空，或者是带单推荐币推荐投资标的，不是这样的频道啊。只要你肯踏踏实实学习标准化交易，稳定盈利，根本就是没那么难啊。那好，这两天由于个人家里的事儿停了2天视频啊，原因就是之前老人急性脑梗，历时50天时间终于出院了啊。出完院以后，紧接着也是搬了个家，因为之前的楼层虽然不高，但是现在已经不太方便去爬楼了啊，所以说换了一个住的地方。那好，现在所有的都整理完了，然后明天还得出差，所以说我这个视频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不能及时的更新，但尽量每天都会有这么一期，尽可能做到啊。那好，我们长话短说，回到比特币盘面。Coinbase 基准啊，刚刚比特币也就是晚上19点开始，晚上7点以后开始启动向上跳，刚才最高点跳到71000的这个价格线啊，刚好打到哪儿？就是这个下降通道突破上去了啊，这个地方又是一个进场时机啊，我们完全可以怎么样？下方设止损做多。我之前说了，一个是长期上升通道的上沿这个位置破位追空，或者是下降通道上去我们追多，下方设止损，都是短止损，所以好操作啊。整体波动上来看 WXY 的可能性比较大，然而目前上来的这个状态不太好确定，它也许还会回调，我们不管它，只要关键位，无论你想好做空还是做多，控制好止损位，控制好你的资金比重以及杠杆的倍率就好啊。关键位还是目前70500这一线，还有一个这一线不能破位啊，还有一个下方那就是走到了67000的位置啊，66800附近，只要这一线不破位的话，仍旧可以有上升的可能啊。波动形态上看，这个位置有点像三角震荡，但是成交量上来看，中间有跳的啊，所以不太把它当成三角震荡。甭管怎样，目前如果它站上去，就非常有机会突破73800前高的位置啊。突破以后，我们根据波动形态，实时的波动形态，然后再以及看其他的指标，我们再做判断对后市的交易策略啊。那比特币行情部分也就是这样，然后今天简单聊一聊今天的话题。那个说图还没做啊，就直接说吧。说什么呢？就是汇销。为什么想起来这个汇销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聚集一大堆大爷大妈、爷爷奶奶这些人，然后汇集到一个场所，然后去搞这种传销，主要是以保健品为主啊。这种实际上遍地都是啊，国内国外都有，但尤其是在国内中国大陆地区比较严重啊。我们家老人也一样，无一例外，也是在这上花了很多时间以及金钱，但是都可以理解啊。我们年轻人不能把它单纯的看成什么卖保健品洗脑的，不是的啊，其实不是，人家做的非常到位啊。我
参加过，我也去看过这帮人是在怎么玩。这些人做的销售非常顶级啊，非常资深，而且人性掌握的拿捏的非常得当。首先，人家虽然是卖保健品，但人家是什么？紧紧抓住这些大爷大妈的心理。就是因为跟心理有关系，我才讲这一期也跟我家里老人有关系啊。首先，这个心理关你要是过不去，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解决不了啊。你看我们家老人啊，拿这个为举例子，他参加过陆陆续续这10年好多各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健康养生，包括日常用品的这些个比较好的东西啊，他们是以拿这种日常用品去勾引这些老年人，免费赠送，然后干嘛？紧接着开始建立第一步的连接，链接建立完以后，第二步开始人家就攻心了啊，逐渐干嘛？利用贪小便宜心理连接上以后，就开始挖取你的信息，得到你的信任，逐渐把你的心理需求、你的欲望、情绪都照顾得非常体贴得当啊。所以说要我说，这帮人根本不是搞传销，而是什么？搞心理学，给这些老人送温暖，替很多子女把孝道都给尽了啊。我为什么这么讲？这帮人首先把这个会销组织起来以后，不着急卖东西。第一步是跟人家建立链接，我刚才说了，然后送各种生活上必备的而且非常不错的产品啊，然后以这种方式拿下这些老人的第一层警惕心，然后干嘛？紧接着开始就是送温暖，然后替子女们，很多子女都不在老家，也不在这个身边，所以说照顾不到，他只能给钱。很多子女一旦给钱的这些子女家长老人们，相对消费能力也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只要他们攻克掉这一层心理防线，买单是多少钱都是他啊。然后这些老人普遍都是60岁以上到上不封顶的年龄啊。这些老人没有别的需求，第一，盼着子女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第二呢，盼着自己健健康康多活几年，也就这点。除了以外，就是他比较无聊乏味的老年生活。有老伴的还好一点，没有老伴的啊，那就比较惨了。所以急需人文的关怀，因为子女都很忙，大部分就即便是在身边，可能也很少聊天。就比如说我，去年我爸去世，然后紧接着这一年虽然陪着老太太，但是很少说话啊，除了吃饭可能也因为我主要做交易，晚上熬夜，我们吃饭的点基本上都是隔开的啊，所以交流很少。就是因为这种原因，老人需要出去运动锻炼，然后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这就必然怎么样掉到他们先前提前挖好的坑。这些老人们不是不知道这个会销卖保健品是骗人的，但是去那儿他开心呐。为什么开心？他们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生活上日常用品的需求，他们都能得到满足，而且不太可能做到的这种健康管理以及对你的各种健康的未来保障允诺都给你说到啊。不仅说到，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这帮人真是比子女做的都好啊。无论是跪着洗脚，一口一个亲妈亲爸亲爷爷亲奶奶，
我们不是为了挣钱，我们挣钱不就应该回馈社会吗？各种，而且我注意到啊，这些老年会销的班起的也非常有意思啊，一个班一个班的，一个班通常20个人左右，甚至有的更多一些啊。我就记得我们家老人参加的什么有向日葵班，然后什么蒲公英班、梅花班，各种，还有甚至丑小鸭班，起的特别卡通啊。这些老人刚开始特别喜欢，为什么？带着你唱歌，带着你跳舞，说说笑笑，完了有这么多同龄人同病相怜的老人们一起活动，欢聚一堂，非常开心啊！而且不花钱，回去的时候还会给你送，不仅仅是鸡蛋啊，鸡蛋那是最业余早期的，有很多实惠的日常用品赠送给你。所以说第二天第二次他一定会接着去，去完了以后逐渐怎么样了？刚开始坚守自己信念的这些老人，也会被这些孩子们、销售人员们的所谓的真情实意打动了啊！他又是送你东西，他又是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叫着，然后各种给你讲解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也是非常客观的讲得很好。这样的话，逐渐就征得你的同意，而且你不买都不好意思。就做到极致，然后怎么样？这些老人心甘情愿的，即便是知道自己明明会受骗上当，他也会照顾到这些孩子的心理情绪，都会买单。还有一个要命的是什么？这些老人之间也有非常的攀比心啊！我儿子、我女儿一个月挣多少钱，给我多少零花钱一个月。然后这些老人怎么样？他买了，他买，我也买得起啊，互相攀比，然后就怎么样？这个销量就上来了啊！再加上这些销售人员高超的销售心理技巧，导致这些老人就一个个必须跳进坑里。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你再抠，平时再节俭的这些老人，在这里都得掉进去啊！只是区别掉的多还是掉的少，一句话就是花钱花的多还是花钱花的少，这么个区别啊。尤其是平时非常理性的、非常抠门节俭的这些老人，花的更多，因为一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心理的需求等等一切老人该必备的情绪价值以及它的实用价值，这些人全部都提供到位啊，甚至真给你做到演绎成亲生女儿、亲生儿子的这种感觉。只要去这个会销的现场参加活动，这些老人就开心啊，真的开心。所以说有段时间我也是没怎么劝，就是别花大头钱，不要被大骗，只要你开心就好。但是怎么样了呢？果不其然，4月14号还是照样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无论是被啊、床垫啊、补品啊，各种，无论是钙还是维生素什么等等一系列微量元素、鱼肝油等等等等，泡脚的、按摩的，应有尽有啊！你还是该得病得病，根本不可能做到预防。就好笑的是什么？到今天我们家老太太还特意嘱咐我回原来的家里头，把那个我买的一些某某保健品拿过来。买了这个以后，吃了这个以后，我不用吃太多的水果、蔬菜以及肉蛋，我把这些微量元素都能补齐了。我能怎么样呢？我能跟他对着讲理论吗？没用，听不进去。
不管这个有没有这种疗效，只要他吃了开心，他觉得得到满足了，那好 OK， 那就没办法，只要他开心就好。所以身为子女，我们应该检讨啊，我们骂这些个会销销售人员以及组织这种团购，严重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诈骗传销啊。这种人的时候，我们痛骂一点用都没有啊！包括我再说一些，甚至当地的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这个相关有关部门啊，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你即便是告110还是什么，人家过来也是逢场作戏就过去了啊！人家该卖还得继续卖，卖的越多，这些有关部门越开心。甚至很多老人都会站起来干嘛？举报的人、闹事的，所谓闹事的人，把他清出去，不要当我们会销愉快的快乐现场。真的啊，我说的这些事儿全是实情，没有一点掺假跟这个夸大实情的部分啊，一点都没有。我只是很多甚至都什么挑着说，尽可能就是说小一点说，非常过分啊，什么样的事儿都有。但这些人你不得不说，从商业销售技巧的角度来讲，人家到位了啊。道德经讲上善若水，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具备这个善，你就能过得很好，你就能赚到很多钱在人世间。那这个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善良的善，我之前我也讲过，这个是智慧的意思啊。大概其就无论你是干坏事还是干好事，你要智慧的符合天道的去做的话，大概率你还是会很好的啊。有一句话叫什么？祸害活千年，好人不长命。老天没眼，老天有眼。各式各样相对立的成语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身为子女，我们首先反省一下，然后好好分析一下家里这些老人的所思所想，以及真正的心理需求，以及真正客观的健康需求。我们要稍微用点心，他们也不至于被这些坏人挖坑跳进去啊！老人家攒点棺材本不易啊，不容易，也攒不了几个钱。但是平时那么节俭，买个鸡蛋都要货比三家的这种老年人，在这种会销现场花个大几千啊，好几万，一点都不犹豫啊，非常爽朗。就很多高薪的金领可能都没有这种消费的这种欲望跟行动力啊，太难了。但这些老人活到末年，对他们来讲，一是情绪价值，二一个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说对方只要服务他，照顾到他的心理所需，然后满足他心理的欲望以及真实的需求，所谓真实的需求，那多少钱都会掏腰包的。所以说我们一样，交易市场资本市场也是一样的，人家主力就是抓住你想暴富的心理，上下折腾你。我上一期视频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说什么，一个下降通道，还有一个长期上升通道，这两个点位就是进场时机啊，剩下它就是震荡，除了超短线以外根本不需要动啊。逢低我们就做一些现货，逢高我们就卖。如果你娴熟的话，可以用适当的杠杆倍率、资金比重去做这个短线啊。但如果你不熟练，你的交易策略应对，包括心理的熵增、情绪管控这一系列问题，你要是处理的不够得当的话，很容易2-3下就会被主力把你的
情绪、愤怒带到沟里去啊。所以说还是需要冷静，不要着急。你有几把刷，有没有金刚钻，你到底能拎起来多少金块，完全取决于你的认知能力、行动力以及情绪的管控能力啊。所以说还是告诫大家千万量力而行。那好，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